是主持人岳明。首先恭喜T1速战队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，我们邀请到了苏打和杨洋来到赛后采访环节，先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。说话。Hello， 我是 T1的杨洋。我是 T1的苏打。好的，欢迎 T1的苏打和杨洋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环节啊！刚刚这一把让1追3，真的非常的秀啊！那第一个问题想要问到2位啊，因为这2天我们其实是连着打3天，今天是第3天的比赛了，也想问一下，前2天肯定有一点煎熬吧？想问一下前2天的时候打的，心里会在想什么呢？这2天在想什么？一切尽在掌握之中。又是你的运筹帷幄，我知道你读了兵法，那苏打这边呢？感觉跟我们想的一样，只要能赢GG，我们今天就能打斗了。确实是看得出来，大家战术分配的特别好啊。那么紧接着下一个问题也来到了，因为我们其实是昨天的时候才知道今天要对战谁。也想问一下，昨天那么短的时间内，大家做了怎么样的准备呢？昨天一直开会，然后加练嘛，然后就多开会，然后聊到很久。对，昨天比赛完，其实大家都在单练什么的，大家都练得特别晚才睡。大家，我觉得今天胜利是值得的。确实，因为我们看到大家确实是打得非常好。刚刚我们也说这个都是运筹帷幄，一切尽在掌握中嘛。那么也是可以看到我们加班啊还是有效果的。那紧接着我们来到我们的对局中啊，首先第一局啊，想问一下求生者这边在月亮河，我们那个开门战其实打得非常谨慎，也打了有一点时间了。那想问一下，因为最后的时候可以看到监管其实是想要去抬地窖，但没有抬那个门。但其实抬龙的时候呢，我们这边的这个门也是没点开的嘛。想问一下那一局啊，这个心理博弈是怎么做的呢？就觉得他笼子可能不够，最多到门口能走。所以还是非常稳健的一个选择。因为我们也是可以看到第一局虽然是有一点小劣势，但是我们也没有让分差拉得很大，这也为我们的后面的胜利奠定了基础。那紧接着来到2下，我们这个湖景村长地图也想问一下，我们选了一个自助餐的选点，那这个自助餐选点当时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预设呢？对于这个局？就是他想抓谁我们就抓谁嘛，抓谁都有应对的办法。就是4个人铜墙铁壁，我们有的是办法，有的是手段。那紧接着来到苏打非常秀的记录员，先来评价一下，觉得这个记录员打得怎么样？打得不太好啊。因为打得很猛，试抓没有试抓嘛，很猛对吧？哎，其实真的很猛。我们求生者也是这样，我们一直在后台也听到备战一直在为你欢呼，真的很棒。那么也是想问一下，因为我们那一波有很冷静的一个闪现啊，虽然别看我们这个苏打他的心率是直奔190去了，但是我们的操作非常稳健和冷静啊。也想问一下，因为我们是一度奔着4抓要去了，我想问一下那个野人的排人是怎么做到的呢？因为那一波感觉非常顺畅就排到了。感觉就是凭感觉，野人就在那地方，可惜没有排到空军最后。虽然是有一点可惜，但是我们真的已经拿得非常棒了。那紧接着到了第3局下半的圣心医院，也想问一下啊，那一波猫猫扫了好多的雷，这是人雷双打。也想问一下，当时不是有一个地下室吗？我们看到佣兵来的时候卡得很死，也想问一下，那个原计划是要来救的吗？就不能够说这个，就确实是救得很秀啊，但是真的想问一下，那个原计划是要来救的吗？对，原计划我们是卡半救，但是发现不好卡半，我们就压满。因为有鸟是一定能救下来的。确实，然后有搏命的情况下，电机是能够的。如果不救，我们就还得再起一台机子，可能给大家多抓的机会。确实啊，那我们这个计划赶不上变化，我们决策也是做得非常好。那紧接着到了我们的这个最后开门战，因为我有看到一个细节，就是我们开门战的时候，其实圣心医院那个医院里面有2个人卡着嘛。那一波对于开门战有什么样的打算呢？他其实最想追的是我，因为我是白板人嘛，我大概率他有个移形，我不好走地窖。但是他在那儿反让我，我就反绕他，然后他就不敢抓我了，然后就去抓我们神坠，神坠又操作了，小助手操作中，天哪，真的非常厉害！最后看到那个云直接走掉，队内的语音会是什么样的？就让他冲一波，冲到了，真的冲到了，对，非常秀。那紧接着来到苏打这边，我要问的就是大人机啊，追击非常秀，可不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追击小说家那波思路会是什么样的？思路就是艾维比较克制小说家，所以就追击小说家了。那我们看到啊，不仅如此，那个闪现也交得非常秀，但是还有一个点非常想问你啊，就是打着突然发现对面是6口之家，有什么对策的调整吗？
我想着2个娃娃电量总会用完，就没有打嘛。但后面发现怎么娃娃还是动，干脆还是打了。确实我们处理的也是很到位的。那紧接着求生者这边也想问一下，那一局本来开局都很顺畅的，你知道我要问什么？开门战有一波仰卧又起坐，那波仰卧起坐，大家能不能跟大家分析复盘一下呢？当时他们叫我起，但是我自己知道我不能起，因为他可能有通缉到昆虫的话，他去拿蜡块封门，昆虫走不掉，所以我当时我就一直不起，我等，因为我一定能走，对，所以我就把他骗过来。然后昆虫大概率走，那把就能3宝。确实啊，我们看到苏打也非常认可，没错，一直在点头。那紧接着来到5局上半，也想问一下，我们在开局的时候独栋下其实有一个大洞啊，本来要接，但是后面好像又没接，那一波队内是怎么沟通的呢？就是问能不能接嘛，然后接不了就说接不了就要快跑。哦，对啊，那个要是接起来有点像是诈骗电话了，幸亏没有接啊。那么紧接着呢，我们在开门战的时候，那个计划也特别好，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大洞是好的，那波博弈相信大家也是非常记忆犹新的嘛。就祭司啊和这个在周旋，那周旋的时候大家是怎么安排的呢？就是祭司先卡着，然后看屠夫怎么做吧。当时祭司其实没动了，但是屠夫他自己传回去了，然后就跑了。对啊，快跑！赤手空拳，但我们还是走了。那最后呢，也想问2位2个问题啊。那我们就是合理分工一下。首先，请熟读《孙子兵法》的杨同学啊，来给大家运筹帷幄一下，期盼一下，预告一下我们的这个季后赛有怎么样的展望呢？开算了。我想思考一下。算没事啊，我们可以多掐指一下。我跟你季后赛的话，一马平川吧。OK 啊，因为我们确实啊容错率不高，但是我们有这样气势，一定可以做到。那紧接着也想请苏打和一直支持自己的粉丝讲2句吧。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谢谢我们粉丝对我们 T1速战队的支持啦，也谢谢大家一路以来的陪伴，也再次恭喜2位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，我们杭州见。那非常感谢2位啦。那接下来即将进行的就是今天的第2场比赛，由 FPX 朱雀战队对阵我们的成都机器战队，让我们稍事休息，马上回来。恭喜 T 战队获得本场比赛胜利。下面是赛后采访环节，请问苏打在第3局比赛中，记录员多次将求生者挂到地下室，最终完成3抓，能谈一下当时的运营思路吗？运营思路就是运。好的，请问神坠在第3局比赛中，气场学家通过地窖逃生，能谈一下是怎么博弈的吗？运到了。好的，请问苏打在第4局比赛中，时空之影开局快速击倒小说家，能分享一下追击思路？运气不错。请问李宝在第4局比赛中，机械师牵制蜡像是106秒，可以谈一下牵制思路吗？好的，请问 T 取得胜利晋级季后赛，能请佩神分享一下现在的心情吗？特别开心。好的，请教练对舰队伍的形象分别综合评价一下。运打得挺好的，遇到了，运到运气比较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赛后采访环节，我是主持人岳明。首先恭喜成都机器战队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，我们邀请到了夕阳乌梦和枯草来到赛后采访环节，先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。大家好，我是成都机器的夕阳梦。大家好，我是成都机器枯草。欢迎2位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环节。刚刚这一把打得太精彩了，那首先也是想跟大家说一下，因为之前我有采访到大家的时候，一直在说感觉这个赛季跌宕起伏啊，真的是飘忽不定的一个感觉。但是我们今天很明显的可以感到大家准备的非常充分。首先从第1局开始就有感觉，因为我们在上半轮应战到我们的朱雀战队的时候，对面第1轮就掏出了女巫嘛，今天也可以看到是防到了，对吧？对，尤其是我们的那个大副还带了飞轮啊，可以看得出来。那整体来说的话，大家达到了自己的预期吗？第1局非常超出完成目标了，因为那个东选决策池非常深，然后也不知道他会掏什么，如果能保个平，其实就打得很好了。确实是我们非常可敬的对手，并且我们来看到还有2波摇下来。先问一下枯草，那2波摇下来都在计划中吗？不在，他就是想把我往地下室运，那我也没啥办法，就是我只是一个没有道具的可怜的大副。就将计就计一下，我们也是打得很好。那紧接着来到马哥这边，4抓，太厉害了。那我们可不可以展开来说说？因为我们在后面啊，后台有听到就下台说，哎，都赌对了，都赌对了。那展开说说，赌对了什么？我还有电。赌对了大概就是他们空军会不带大心脏，然后对局里也发现这一点。
确实啊，那个空军的这个没有回光返照，确实是有一个伏笔嘛。但很关键的有一波就是拦我们火灾这个救人嘛。也想问一下那波心路历程啊，因为那个过半其实不一定可以拦下来。那可以说一下过半之前和过半之后的心路历程吗？过半之前就想着他们会卡着救人，然后看一眼电机没修好，然后就还是不能离空军太远，就一直在空军周围转嘛。然后看他就是有机会过吧，然后我就一直在震他，然后把他离一直往远勾。确实啊，思路太清晰了，你的蚂蟥无限猖狂。那紧接着到了我们的枯草这边啊，也想问一下，就是我们在这个月亮河这张地图啊，本来局势是有一点焦灼的，对吧？但是呢，瞎哥一波无伤救，马尾在一个砸板硬是把节奏又砸回来了。也想问一下，后面的监管其实有考虑到换节奏吗？那一波大家是怎么沟通这个换节奏呢？那波其实非常危险，因为气象是没有搏命的。如果说，双倒就是下雨掉状态，监管者可能就直接追那个修电机的人。但是马尾也扛住了压力嘛，然后撑出了时间，撑到气象开了，然后，就是一个砸板已经让他失去追击的意图了。那波非常关键。确实，每一个人都像铜墙铁壁一样，非常非常秀啊。那紧接着来到进攻场，这个震慑，这个闪喷，队友先来说一下，感觉马哥最神的一波操作会是什么？那肯定是那个收乙的时候一个震慑，就是震慑嘛，就是运气机缘到了，就是看对眼了，懂了，确实是打得太秀了。那马哥自己会觉得自己最神的一波会是在哪儿？我最好的应该是那波闪现喷吧，然后他还打断手部铲了，去上第二波节奏了。非常非常的秀，我们备战舰一直在喊，对，就是要这样。那紧接着到后面最后一台机的时候，我们备战舰一直在想啊，别急，感觉在做法一样。那站在台上的话，在台上坐着的时候，大家的这个场上思路大概会是什么样的呢？最后就想着闪现把调酒杀了，然后就大概率4抓了，但是还是有点急了，闪现还是应该稳一点的。但是已经很够用了，还是要夸夸的。那紧接着来到求生者这边，也是很好奇啊，在军工厂这样地图，草哥，你和马尾那一波转圈圈啊，我们是有听到什么顺时针、逆时针，这又是什么思路在里面？因为我也走不远了，就希望监管者能牵错一下，然后没办法了，就只能转一转了。确实啊，打的真的是机关算尽的感觉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到唐人街这张地图，也想问一下，这个唐人街这个地图有点太硬了，这个角色选的那个时候是奔着什么样的局面去的呢？那一局猜测他很有可能会拿记录员嘛，然后。从头如果前锋就差点嘎屁了，但是中间配合得很好，就是然后到后面除了那个前锋死得快一点，除了开头和结尾的前锋，其实那一把大家的配合真的非常好。确实配合得非常好，但是我们刚刚也有听你讲到嘛，其实我们好像是有提前防到记录员的。那记录员其实就是要防他这个上挂节奏嘛。但是草哥，你前锋真的非常非常秀，而且跟队友的配合也非常棒。首先第一波我看到和火灾就有一个配合嘛，那个球什么时候布下的？感觉好像来了就有了，有了我就走了。那一波是怎么沟通的呢？那一波因为我把球拉完了嘛，就是我的道具用完了，那我的队友就是我的道具。我说这火灾快救我，就是马尾再不丢球我就嘎逼了，我就不行了。然后他就丢了一个球，我就活了，我就吃出移形了。确实，在情况紧急、自身难保的时候，道具是属于自己的；但是在团队的这个节奏非常棒的时候，道具就上交给团队了，也是非常明智的。那紧接着最后的时候，我们有看到啊，不给上挂飞，没有给那个节奏嘛，那么4台半在上挂，门口那一波也非常非常紧急，因为最后那个爬也是有点紧急的吧？大家是怎么来沟通的呢？那个队内的语音，因为最后还有什么摸头啊，然后怎么样的，那一波是怎么回事？那波是老八。就是主动摸上去，然后觉得就算被打飞也至少走一个，但是如果说没有被打得很远，就有机会2个人一起爬。但果然就是敏锐的老八抓住了机会，然后很关键，非常非常关键。那来到我们西安乌梦最后这一把，先来问一下，因为我们对面是2.5个 OB 位啊，全副武装的阵容，你看到这个阵容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？心想着还行吧，我只要保皮就行了。目标非常明确。然后我们备战间当时啊，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很惊讶，那个病患怎么在脸上大叫了一声。那马哥在场上有预料到这种情况吗？没有预料到，然后我就好像看到他漏了一下，然后我就过去了，然后果然在脸上。给我们的邦邦玩家证明，我们的视力也是很好的，对吧？那么最后呢，也想请2位来展望一下，因为我们的季后赛也是 BO5赛制，那打完今天之后，可不可以和大家展望一下我们的季后赛的安排呢？就是整个常规赛都打的其实不太理想，但是最关键的这个附加赛赢了，所以说就是捡着一条命，然后希望在季后赛也不说就是
能夺冠了，就是一定要打出自己的风采，能走到第几名，争取之后走到第几名，就是打一步，赢一把赚一把。步步为营，步步为胜。那马哥这边呢？就希望我们 BO5能越打越好吧，然后就赢一把，赢一把，赢一把，再赢一把，再赢一把就行了。OK 啊，我们粉丝朋友也是支持一把，支持一把，再支持一把，非常期待大家季后赛的精彩表现。我感觉今天大家也是觉醒了，打得非常非常漂亮，也要再次恭喜两位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。那在这里我们要再次恭喜今天获胜的2支队伍，分别是低速战队和成都机器战队。那我们杭州见啦！那现在让我们把画面交还给我们的解说席。恭喜成都积极战队获得本场比赛胜利。下面是赛后采访环节，请问香木在第2局比赛中鹿头逐个击破完成4抓，能谈一下运营思路吗？就猜到天赋了。好的，请问马伟在第2局比赛中小说家牵制生肖制密码击破完毕，能谈一下牵制思路吗？看他走哪我走哪。好的，请问香木在第3局比赛中时空阵将守门人打出恐惧震慑，可以谈一下是怎么博弈的吗？运气好。好的，请问枯草在，请问枯草在第4局比赛中前锋牵制记录员近4台密码机，能谈一下牵制思路吗？运营的比较好。好的，请问香木在第4局比赛中帮成功保平结束比赛，能谈一下现在的心情吗？非常开心。好的，请教练对尖队表现打分并做何评价？10分。好的，感谢这份采访。